战术就是先丢小牌让看扁我，觉得我不行，我用一个无人机打进去，哈，你太差了，我就用400万的这个爱国者援把你打下来，结果200倍的价格打掉，你再来我再打，就没有想到人家丢了这么多的无人机过去，才发现。 哇塞，我们的弹药竟然不够，再拦截下去我们就完了，就弹药耗尽了。美国他真的忽略掉一点，美国它的制造业真的完全空洞化，它不是二战的时候，它可以随时生产快速的时候，而伊朗呢实际上有制造实力，它在制造无人机速度也是够快的。它虽然武力、军力可能这个先进程度都没有你强，可是它可以一战一战的把你打得非常的消耗。伊朗的无人机海现在狂销防空弹哦，美国则是它的爱国者库存告急之外 ，F-15还被友军给击落，华府现在被推进消耗战的当中。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最在意的一点，就是因为它的卡达的乌代德的空军基地呢遭到飞弹给攻击了。好，现在根据细节了解是说，革命卫队当时派出了2架苏24的战斗机轰炸机去攻击，那么卡达的空军也紧急升空去做拦截，一度呢这2架战机距离目标竟然是只剩下2分钟的时间，后来才真的被击落。那现在危险的背后，其实呢就是因为现在说了，爱国者的飞弹现在消耗量实在是非常库存啊，非常的吃紧。华尔街日报也特别做了一个报道，说美国现在防空拦截的弹药是最高机密，但是中东冲突之下，已经消耗了大量它的防空支援。我们也要特别来看到是洛马的数据，这边也特别显示了，2025年它的生产是600枚的爱国者系统飞弹。那目前击落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的数量来做推算，美军很可能早就已经发射了达到数千枚这么多的一个拦截弹。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聂老师怎么看了乌代德空军基地现在频繁的受到这个袭击，也显示了美方现在不管是它的防空弹药的产量是真的跟不上消耗它的速度吗？现在军工的产能会不会成为美军最大的短板？对，刚才这个将军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玩梭哈的时候，你知道哈，你的牌可能输于人家，你知道美军的实力军事绝对大于伊朗，但重点是你在玩梭哈，你一定要用智慧，要用策略。所以战术就是先丢小牌让看扁我，觉得我不行，我用一个无人机打进去，哈，你太差了，我就用400万的这个爱国者援把你打下来，结果200倍的价格打掉，你再来我再打，就没有想到人家丢了这么多的无人机过去，才发现。哇塞，我们的弹药竟然不够，再拦截下去我们就完了，就弹药耗尽了。这时候他就小心的使用，不敢乱用了。那当然，这个伊朗最后呢，就像这个将讲，就开始丢他比较重要的弹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可能就一定是必输嘛。我现在讲的是，美国他真的忽略掉一点，美国它的制造业真的完全空洞化，它不是二战的时候，它可以随时生产快速的时候，而伊朗呢实际上有制造实力，它在制造无人机速度也是够快的。它虽然武力、军力可能这个先进程度都没有你强，可是它可以一战一战的把你打得非常的消耗。各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除了刚才洛马的这个分析爱国者飞弹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就是米歇尔这个所谓的航太研究所曾经分析过那个美国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扩军计划吗？这扩军计划他们希望在2027年开始做，增加多少呢？非常多的军备，也就是66%，也就是多1.5兆 USD， 也就是美国这个美元的这个经费要增加所谓的 F-47的空力，以及这个突击者这个轰炸机 B-21，但是他们的数量只有185和100。结果人家分析，即便是这样，未来你可能认为的假想敌的对岸已经远超过，你要跟人家打到平手，你最少要300架 F-47啊第6代战机，以及B-21的突击者，这个要200架。他说现在就算扩军都赢不了，那现在重点来了，你现在这个光对伊朗这个战争，你在这个所谓的不管这个防空导弹，你用那个200倍的价格去挡人家一架这个无人机，当然这次的。这个苏凯这个24过去，当然这个他们等到了最后才打，这个当然是有其来有自。显然的，他开始习售或习打了，他开始不敢太随便消耗。当然原因非常简单，美国的这个制造实力，甚至军工厂制造实力可能有限了。这就像一个过去曾经非常彪悍，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武术专家，不管在各种武术都是得奖的。可他现在年纪大了，他现在呢，其实这个外强已经中干了，他可能已经虚有其表了。他看起来有时候出去还是很大声喊别人，让人家会害怕。可真的打起来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他会后继无力。
我担心就是美国最后的未来真的是因为这样子，而这个短板非常越来越明显。最重要就是它后勤可能会无力，就是后继无力。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伊朗针对美国打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作战，那当然也考验美国现在本来就已经很吃紧它的军工体系。那另外一方面，现在也有一个说法说，美军现在面对的挑战，还有来自于跟这个盟军的协调也出现问题嘛？因为从战争爆发到现在可以看到哦，已经有3架美国自己的 F-15打击鹰哦。在科威特的境内坠毁，还不是伊朗打的，而是这个友军误击所造成的，是不是在盟军协调上出问题了？这样看起来，美军空中作战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危险？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美军在科威特根本没有跟科威特成立一个共同空中作战指挥中心。美军住在科威特总共是2100多人，这2100多人几乎是海军陆战队跟陆军。空军34个人，海军呢？海军3个人，没了，就是这样子。那34个人就是管后勤。那现在美军要进驻了，因为什么？因为要对伊朗动，就美军就从其他地方调拨这个 F-15进驻在这个科威特。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成立共同这个火力管制中心呢？没有嘛？那你怎么办？那你这样的话，你根本没有这。那科威特管科威特的，你美军打你美军的，那就会不会造成个误击？这个状况，这个风险就在了嘛。那第二个，他们美军跟科威特没有划设防空安全走廊，你离场就起飞之后离场去执行任务，回来执行完要返场，你要走空中安全走廊，有叫做防空飞弹安全走廊，这个地方防空弹不打，你走这个安全走廊进来，之后其他的地方冒进来，我只知道是其他的飞机，我就打它，因为这样你自己的飞机你走安全走廊回来，安全，你有划设防空安全走廊，因为你起飞、离场、返场都要经过安全走廊，没有划设，就会被打掉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可能美军为了执行任务的保密性，他没有打开敌我识别系统。敌我识别叫 IFF， 就是敌我识别。那不要打开，我打开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我 F-15，但是伊朗也看到你是 F-15啊，但美党的雷达也早知道，你知道，那我不要开。你不要开，结果敌我识别系统就不生效。那到底是那个敌我识别没有开，那一定是伊朗过来的嘛，打掉。那这个科威特就把防空部队把它干掉了。因为为什么敌我识别系统没开？为什么？就是为了保密、隐秘，结果也害了自己。对，是这个样啊。3个错误同时发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共同空中作战管制中心没有成立。应该成立，我们大家共同成立，这是然后做任务分配。结果34个人都是后勤，根本没有。所以他进驻的时候不要只是飞机进驻，管制官要进驻，指挥官要进驻。我认为这一次伊朗战争打完之后首先拔掉的就是美军驻科威特的指挥官，他可是2100人，你要负最大责任。三架 F-15被干掉，你要负多大责任啊？出任务被干掉就算了，你是自己人被自己人打掉嘞。对，你这个协调是怎么协调的？我们只有后勤的，那你要成立共同火协中心呐，火力协调中心，你为什么没有成立？因为火协中心为什么成立？这是指挥官的责任啊。可能指挥官他没有军事背景，他是陆军跟海军陆战队，他不知道空中作战的形态。因为海军陆战队1600多人，那个陆军的500多人，加起来2100多人都是陆上部队，他不知道空中作战的立体空间的管制的复杂性，他没有注意到。那这样子结果造成误击。犯了最大的错误，最大的战损，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指挥官可能在战争告一段落之后，会有一些惩处。好，我们现在看到美军它的最高的这个高价值的 F-15被友军给误打下来哦。那另外一方面，那伊朗呢，它的最高价值的这一些主力飞弹又什么时候才会出来？等一下请厉将军带我们看。先做一下有关于伊朗飞弹的盘整。去年在冲突之后，12日战争拥有2000枚的弹道飞弹。那见证者无人机当时的数量统整可能还有非常多。那这一轮的战争爆发，伊朗的部分已经发射了1200枚的飞弹跟无人机，而大部分现在看起来都还是比较廉价的无人机，所以大家就在看说，那你的高价值的主力飞弹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呢？厉将军又怎么预估？其实这次这个每一刀打到现在为止，我们很明显看出来，伊朗已经掌握了所谓战略主动。什么叫做战略主动？就是与我所望的时间，与我所望的地点，与我所望的武器。打到我所望的一个战果，这叫做战略主动。
那现在看出来，美军完全陷于一种被动的状况。伊朗对他发射导弹，他才能被动的去防御、去拦截。虽然说他曾经主动想要攻击伊朗的一些阵地或者一些设施，可是看出来现在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伊朗的手中。那当然，伊朗用的一种是非对称作战的武器啊，包括到之前我们刚刚讲了嘛，他用的导弹是原来最先旧款的导弹，甚至于他的见证者也是旧款的见证者无人机。他现在今天他新的无人机已经出来了。接下来关心是川普封杀自家的战争 AI 吗？我们今天来关心的是美军轰炸伊朗靠的是这个 Cloud。那总统已经下令要封杀 Anthropic， 对于自身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赶快来看到，川普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军在这一次轰炸伊朗的行动当中，其实使用的就是 Cloud 做情报的分析、目标的选择跟战场上面的模拟。但是很讽刺的事情是，在战争爆发的前几个小时，川普才宣布的要制裁研发 Cloud 模型的这间公司 Anthropic， 并且下令了接下来包括战争部在内的联邦政府机关，你们6个月内要逐步淘汰使用这一家公司的产品，并且指控呢 Anthropic 是左翼的疯子，强迫国防部必须要遵守限制服务的条款。好，厉将军又怎么看这场 AI 战争 Anthropic 他扮演的角色？那川普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要封杀他？我们都知道未来 AI 在战争之中，它的功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美国战争部已经花了2亿美金跟这些 AI 公司签订合约，希望能够让它的这种 AI 系统能够导入它的战争体系里面。但是这家 Anthropic 这家公司来讲的话，它有它的道德标准，它有2个条约，它要写进这个书面的条约里面，跟美国战争部签约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不可以用它这个 AI 的系统来监视所有美国的公民的行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认为说是战争，如果说是全部让 AI 来主导的话，那会失去人类的一个主导性，也会陷入一个这个不可预测的危险了。所以他特别规定这个不能够用在没有人类介入的自主性的武器，他怕这些武器来讲，如果自主的话，他自己会去这个残害所有人类所以他有这2个条约。但是就美国这个川普来讲的话，他认为说是我就是要你这2个功能嘛，那你既然不能我用这2个功能，他就骂这家公司是左翼疯子不用他这个就骂他，因为他不跟他签约。对。可是这个美国也军方来讲也很坏你既然没跟人家签约，就你还偷用人家的这种技术，那这是用在所谓对伊朗的攻击，他就用这个技术。我们看到第一波的攻击里面，将这些伊朗的，包括到哈梅内伊等这些首领人物，还有革命卫队的领导人物全部这个一窝端全部斩首。他用的就是这 AI 技术，他可以用什么？用 AI 来计算，收集你这些人平常的一些数据资料，譬如说你起居生活，譬如说你交水电费，你的作息习惯等等来收集完这些大数据之后，他将它做一个整体的分析，分析完之后，他可以知道说你可能后续可以推算出来你会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那甚至于这一次是不是哈梅内伊召集他们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开会，都已经被这个 AI 这个模型计算出来之后，所以他掌握到这个数据。那我想说，除了数据之外他也可以掌握到这个伊朗可能应对的这个反击的这种方式，可能也计算出来。所以说 AI 未来在作战之中确实是有它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必然参与性了。可是我觉得战争最后还是要靠人的智慧。那你说 AI 就算这么强好了，到现在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计算出来这个伊朗反击的这些效果。如果说他们可以计算出这么精明，为什么他们的萨德系统会被摧毁，他们的铺路爪雷达会被摧毁？所以说AI 在未来战争之中，我觉得只能当参考但是这个战争还是要靠人类的智慧来推算，还是比较可行的。好，如将军帮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之所以要这么生气的进 Anthropic， 就是因为他设下了2条红线，那就是刚刚将军特别提到，他设下的道德底线就是不能用于没有人类介入的武器，这个的重要性又是什么？那为什么让川普这么生气？赖老师。这个是美国他最要的就是这2个，其他的不重要，重要的就这2个。第一个就是我要能够有效的监督美国的公民，而且能够有效的监督非美国的公民。
为什么要叫非美国的公民？也就是像这个梅克尔就是最明显吧。梅克尔使用美国的数位这个系统，他的脸书还有他的电脑、电话包括苹果电脑苹果电话等，其实都被监控嘛。所以等于是美国要监控全世界，你只要使用我的数位产品、通讯产品，我都要能监控，而你竟然不让我监控，那我怎么可以忍受？我不但要监控外国人的，我也要监控我美国人的这个是这个川普所绝对不能忍耐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无限制的使用，特别是要用在能够自主选择、自主寻找目标，因为他们知道 AI 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到最后他们可以把目标最优化，就是我应该自主选择哪一个目标最有价值。然后哪一个目标是最有急迫性，哪一个目标是我必须要去贯穿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是国防部，还有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他们最想要的。而 Andrew 他本身是站在人道主义，认为说 AI 他知道 AI 在未来可以发展到什么机制、什么境界，所以一定要是人类可控制性。那你今天要把我这个可控制性拿走，我不能接受。你不能用我给你的东西用来监督我美国的公民，这个他没办法接受。可是我觉得 Andrew 他做对了，因为他的订阅付款的增加，为什么？你地方政府也好，机关、学校、企业、民众，他们反而会更加的信任。可是 OpenAI 他的总裁已经后悔了，他已经后悔了，为什么？因为他订阅付大量的消失嘛。那也就是说，外国人会更担心啊。那你想，如果你是法国政府的时候，其他国家政府，他会不会考虑，就是我们不能用你们的，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那我们要我们自己的怎么办？那就是走中国的开源嘛，因为只有中国的开源才能够让他们自己做出自己的这个 AI。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 OpenAI 来讲，他的总裁都已经承认了，他做错了。好，针对于这个 Anthropic 不愿意配合美方，那美国现在也祭出了报复，直接把 Anthropic 标列为是供应链风险，就是类似华为跟这个中芯国际他们所列的这个供应链风险，并且呢，如果你其他公司要跟这间 Anthropic 合作的话呢，也要看你有没有使用 Anthropic 的技术。受影响企业包括了亚马逊、还有资料分析公司、国防科技公司等等。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影响，委员又怎么看？我觉得都是伪君子第一个，川普说6个月以后淘汰，6个月里面可以干多少事啊？你什么的6个月里他不会改变心意？第二个 ，Anthropic 也是伪君子大规模监控美国公民不可以，那在美国境内的非美国公民可不可以？可以。对啊，都不法用可不可以？因为这是有过虚伪，这是伪君子啊！那可不可以监控在美国里面的联合国机构跟所有国家代表人？当然可以，对嘛？对吧？所以这有过虚伪，对不对？还可以监控全台，包括台湾，对不对？很多人都可以监控。可是他是美国公司，我只服务美国人。你这比较虚伪嘛，对不对？他讲了一副那种很高尚道德、高大上一样。那你说没有人类介入的自主武器系统？这一次，以色列的导弹系统就是用 Anthropic。请问你，它几乎是这一次的拦截导弹都不是去年6月份是用人在建北，我要拦截哪一颗？现在这一次全部用 Anthropic 那也真的死伤率大幅下降啊！去年总共受伤1000多个人，到今天为止受伤还不到90个人啊。去年死亡将近300个人，今年以色列死亡听说还没到10个人啊。为什么？就是 Anthropic。自动武器系统，今年就是拦截导弹系统全部用 Anthropic 自动控制的。那我请问你，你不是跟以色列收了多少钱啊？所以我是觉得美国那种伪君子一大堆，明明这2个伪君子在演戏，我们这种观众都被骗得哈啦哈啦里边啊，实在是，我真摇头。你说谁是谁也管他谁是谁，伪君子，对不对？美以战争开打之后，伊朗多线攻击，并且现在呢持续的透过国际上面的力量，要国际来对美国跟以色列施压来停战。那所以呢，现在看到这个伊朗一系列的攻击已经重创到全球非常多的产业面。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来看到，影响的不只是能源，不只是晶片，还有铝，甚至是空运、全球空运等等，还有供应链在中东一条一条都被掐住了。好，赶快来看到具体有哪一些的影响。首先就是荷姆兹海峡了，因
伊朗的革命卫队声称控制荷姆兹海峡，还示警会布水雷达到6000枚，任何船只只要经过都可能遭到飞弹、无人机攻击。那听到这个消息，现在川普担心了。他说，美国的海军有必要的话，会尽快的为行经荷姆兹海峡的油轮提供安全护航，而且他说呢，这个护航价格啊可以谈的，但绝对会让你满意。好，赶快来看到欧盟现在可紧张了，因为油价持续的暴涨，幅度最高达到70%，他们现在竟然是希望拿俄罗斯的石油，持续的施压乌克兰，要求开放欧方来去查验受损俄罗斯的这个输油管线，厘清是否能够尽快的恢复供油。那遭到了乌克兰这边的拒绝，他说是以安全为由拒绝让他去查这一条管线。经济学家现在也特别做了预估，美伊战争会推升本来就很高的全球通膨，迫使多国的央行升息，推高房贷、车贷、其他的借贷成本，我们处于非常危险的一个时期。再来就是半导体产业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会重击卡达氦气运输到欧洲跟亚洲地区。那么卡达的氦气占全球的生产占比达到了30%，也就是晶片制造的关键气体会被因此卡住，这是对于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再来，对于炼铝厂，卡达这边的炼铝厂的电炉也会因此关闭，如果重启还需要半年的时间。那大家可能感受很深的，还有就是在空运了。现在有多国的国际机场都已经关闭了，在中东地区多个国际机场都已经关闭了，数万人还有他们的货物都因此滞留。天然气价格则是持续的暴涨了，暴涨幅度高达34%。卡达液化天然气的出口也暂停，时间什么时候恢复，到现在仍然是不确定的。伊朗真的敢封锁荷姆兹海峡吗？全球20%的石油命脉都在这里，水雷他敢布吗？那么飞弹他真的也敢在这边做吗？引爆全球的能源战争，接下来会真的发生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伊朗已经有动作了啊！我们现在看到您所列举的啊，像日本有44艘船被困在里面出不来，啊，大陆也有20几艘船也是被困在里面啊。那不用讲说欧美他们的航运公司的船有上百艘都被困在那边出不来。现在能够通过这个荷尔木兹海峡的船真的很少，而且最主要是《金融时报》有发布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根据有这个可靠人士所公布的，就是说啊，国际的航运的保险公司已经完全中断啊，所有的停止啊保险了，而且他们目前来讲要重新讨论这个保险的价格，也至少要往上攀升50%。这代表什么？代表风险市场越来越高了。我们一般来讲是这样看啊，我比大家看的还是中原海运啊。为什么中原海运呢？因为过去在胡塞组织在封锁这个打红海的时候啊，美国、英国还有以色列的船被打得还蛮严重的，但是中国的海运还是可以通，而且中国也通。我们也看到了，大部分的船都后来都跟着中国的船在走啊。可是这一次中原海运已经宣布不走了。那就代表什么？风险升高了。我们也看到伊朗这次的做法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采用扣押啊，但是这次是直接把你打掉。那已经有公布了好几艘油轮被打掉啊，那个名称都有，所以那是等于是有事实可查了。也就是美国的一艘油轮被击中，起火燃烧，还有几艘的油轮啊也被打到，然后有但是后来也被扑灭。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到最坏的一个状况，伊朗才有可能采用封锁，也就是布水雷。布水雷这茲事体大，因为它影响的已经不只是伊朗的问题，影响整个中东国家，也影响到中国大陆了。那大陆已经摆明他的态度就是这个做到这么绝，还是要考虑再三啊。我个人觉得到目前为止，布水雷不容易收困难对这个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以目前来讲，针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油轮来打，这个已经出现了。好，李将军呢？我觉得川普非常有意思哦。以前有一部电影叫《保镖》哦，这个你觉得川普现在是不是把美国海军当镖局？这个护航，然后收钱，保镖不就这样吗？对不对？这个运送这货物在古时候这个道路上面运输的时候，为了怕土匪抢所以要请镖局的人来这个保护这个货物。那现在川普要收钱嘛？川普是不是就现在就是把美国海军当保镖这个护航，然后收钱？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没有效果。你这反而
中了伊朗的这种道哈。为什么？当你海军把你的舰艇弄到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你要护航只有30公里的距离，那用炮都打得到它不要用导弹，也不需要用什么无人机，它用火炮就可以打到你这个美国的军舰。那你是不是把美国军舰置之于死地？所以从荷姆兹海峡这次被封锁，我们看出来，美国对于这次开战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因为所有人，包括我们都知道，荷姆兹海峡，伊朗一直威胁着是要封锁。虽然说在两伊战争期间，他为了怕说杀敌1000自损800，在两伊战争期间，他都没有封锁荷姆兹海峡。但是这一次他面临他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已经抱定了一种鱼死网破，就算是我自损8000，我也要杀敌你1万所以他这次就封锁荷姆兹海峡。难道你美国在开战之前，你没有预判到这种情形吗？如果说你有这种预判的话，你是不是应该事先就采取防护的一些预备措施？譬如说是你要将你的滨海战斗舰派到这个地方来建立一个防御体系，防止它无人机的攻击，或者是先占领这个地方的海域，让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部署水雷。那现在这个地方的水域很明显的这个我们讲说制海权，这一段的制海权已经很明显的掌握在伊朗的手上。那你这时候再说要去护航，要去收钱，反而让大家看成是一个笑话。当然，我个人认为说是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可能后续这个时间有多长，其实有待观察了。它是不是达到它目的之后，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然后甚至于引起海湾国家这个对美国产生排拒，甚至于全世界其他国家会对于这个美国发动这场战争采取一种这个反对的声音之后，它达到这个目的，是不是就可以自己？也为了他自己原油能够运出去，他就会解除。我觉得这才是之后解决的方式。好，所以现在伊朗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会影响到能源是否告捷。那欧盟很紧张，还说希望拿俄罗斯的石油，委员又怎么看？如果封锁荷姆兹海峡，全世界是有2个国家获得庞大的利益，一个叫美国，一个叫俄罗斯，其他输得很惨，所以美国欢迎他封锁。为什么？本来他打伊朗就有人觉得不太妥当，一封锁的话，哇，这下肥了。海湾国家要拜托美国去修理伊朗，你那个欧洲国家还敢跟美国站在对立面吗？不会了，包括中国都会，拜托，他们不要打，要不然你伊朗收手。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都受害，那美国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啊，他担什么心啊？对不对？你们让人家求他，刚好颠倒。那俄罗斯呢？本来你不是不能卖吗？我石油不能卖，天然气吗？变成每个人求了他卖了，因为全世界2大就他嘛，还有加拿大这一下子也可以卖一点啊，对吧？所以这整体来讲是美国会最大的获利者。我不知道伊朗的人应该也知道这个效果。那你本来这海湾国家好像说我把你当人质啊，美国来救你就会跟我妥协，才不会的啦。美国最好看看你们这每个人都受灾，然后要帮忙嘛，我何必我这个保护费可贵了啦，我这保护费可贵了啦，对，要把伊朗打趴有没有难？不难呐，真的不难，把伊朗整个打趴不难，伊朗政权换来换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这一次还没有要把它没有那么大力，你知道轰炸贝尔格勒轰炸70几天，现在才轰炸不到4天呐，对啊，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人很炸。等你封锁，你说油价会涨，油价涨，我赚钱啊，我的石油公司大赚钱啊，我随便开价，你台湾买不买？日本买不买？对不对？我天然气你卖不卖？所以这个就是这种连环计，一环扣一环我是觉得受伤的是中国、日本、台湾、韩国、欧洲，得利的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不然你看看还有谁有石油？就他们2个有啊。好，那会不会引发后续这个战争型的通膨？因为刚刚说了嘛，除了石油我们要关注之外，还包括了有这个天然气，还有氦气断裂、铝厂停炉等等。那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接下来3种情况会有3种不同的影响，对于全球的能源到政治经济。那你看到昨天、今天美国到台湾的这个亚洲的股市的这种变动，就表示说，其实我们现在股市很脆弱。那风吹草动见这个涨跌那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第一个
如果这个战争限制就是在目前的情况，在伊朗跟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尽管它再怎么激烈，也许伊朗的油田设施被打，但是呢，它对于整个全球的原油跟能源以及经济的影响还是有限度的。那霍姆斯海峡现在你看到伊朗到目前为止只是威胁，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出手去炸任何的这个油轮。有几个传言说有人受到影响，但是没有真正的确实。如果这样一个持续的话，那大概可能会它的影响就会慢慢的在可控的范围。那这个接下来就要看谁去做最高领袖，以及他怎么样的政策。那第二个就是它可能扩大变成海湾国家的这个原油设施也受到影响了。那或者是荷姆斯海峡的这个通行也受到影响，那这个就会有比较长远的冲击，油价就不止85了，油价可能真的会涨到100以上，不至于像伊朗所说会涨到200了啊。那如果涨到100以上的话呢，那全世界股市大概就只剩下俄罗斯会涨而已了。好，那但是呢，连美国都会受影响，这个就蛮大的一个冲击。如果真的进入到美国跟伊朗的这种全面性交战，那真的是1/3的油都来自于中东。1/2的油跟天然气都经过荷姆斯海峡，那它的冲击就难以想象，尤其是对亚洲，中国大陆依靠来源于中东44%，日本95%，韩国70%，我们台湾60%，那也有另外20%的天然气液态天然气是来自于中东，这不可能短期之内有任何的替代，而战争它的这种冲击，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后都还会留到相关的影响。以色列防空神话真的破功了吗？今天会来做关注。另外，现在伊朗的最新战术被指出使用的就是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战术，慢慢的放血，美国霸权撑得住吗？今天节目我们特别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会帮我们来特别做关注的。首先第一个，美军现在中东最核心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也被击中了。以色列的防空神话破功了吗？再来要关心到是伊朗这一回打的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消耗战，美国会不会被放血到虚脱？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了。现在呢，川普这边的弹药虽然他嘴上喊说是无限的，但是盟友不管是日本、韩国等等国家都已经开始做焦虑了。亚洲会不会因为川普去帮了中东而被暂时放空呢？今天就有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的震撼消息哦，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美军的在中东最大的战略枢纽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遭到伊朗的飞弹给击中了。位置来看到我们的地理位置地图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了。那么我们也来看到，目前正在伊朗的这个攻击方面，已经造成了27个美军基地。以军的总司令部都遭到袭击了。当中我们来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美军基地，不管是在科威特的或者是巴林的这个拥有美国的海军第5舰队的这个空军基地，还有卡达跟在阿联的空军基地，目前都是在被袭击的哦。那么更难堪的是，我们也要来看到，包括了美国驻科威特的使馆，还有在利雅得的大使馆也遭到伊朗无人机给袭击了，几乎都是全面被命中的。美军的防空系统难道真的出现了裂缝吗？还是伊朗它真的已经找到了突破美国防御的一个战术密码？委员怎么解读？所谓的美国的防空系统，它本来就不可能是100%的这个拦截成功的哦，所以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了。哪怕它能够拦截到85%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算能够拦截到90%，这代表还有10%可能会击中哦。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对美国所有在波斯湾地区在周边的这些机构啦、基地来讲哦，它绝对不可能因为有防空系统就100%的安全哦，包含以色列也是如此。那么其实这一场这个中东的大战哦，就是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几乎是灭国战争的时候，某种程度来说，美国就陷入了另外一个绞肉机里了。就美国过去曾经把乌克兰俄乌战争当作了俄罗斯的绞肉机，他希望借着俄乌战争来削弱这个俄罗斯的国力哦，削弱俄罗斯的军力，影响他的财力哦。但是这一次，美国莫名其妙的这个被以色列牵入了这一场这个伊朗的灭国之战的时候，美国自己就陷入这场战争了。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看的，大家在算的，就是你美国还剩下多少飞弹呢？你还防空系统还能不能够这个补给得上哦？包含你美国现在的这个轰炸的炸弹也好，你的这个相关的什么战斧飞弹也好，你到底还剩多少？就美国如果真的像这个川普讲的，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他欠我们台湾的飞弹早就该给我们了，怎么到现在也没给我们呢？更重要的是说，你光到今天你就会发现说，甚至连波斯湾的国家都出来。这个对美国有维持了，他就说我的防空系统的飞弹已经快用完了，你怎么都不补给呢？你该补上来的，你为什么都不补上来？所以显然看起来，美国自己的这个口袋没有像川普讲的这么深了。那当然，川普走夜路吹口哨，他总是要胡乱一下的。但是问题是实际上看起来，美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你更不要讲说所谓的防空系统，你是3枚打1枚啊，就3枚这个爱国者飞弹，你要拦截下来1枚啊。那3枚爱国者飞弹是多少钱呢？然后你看到这个伊朗这一次采用的这个战略，你说千刀万剐也好，你说慢火细蹲也好，他第一时间所出手的大部分都是无人机耶，他不见得是这么快就把他导弹全部打完了。你看到很多地方都是以无人机来担纲的，对伊朗来讲，他的无人机可能比他的导弹飞弹更多哦。那么用相对来说比较廉价的这个攻击的武器哦，去消耗掉美国跟他这个美国的基地使馆还有这些周边的这个美国的这些盟友们，他们的防空系统的飞弹，这对伊朗来说是一个聪明之举啊。那另外一点，当然外界也有解释说，伊朗没有打算一开始下死手啊，他只是想让美国知道说，这样的战争打下去对彼此都不利哦。他希望美国能够停止下来，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现在伊朗所使用的相关的武器还没有用到。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点名的那些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比较精密的、比较这个准确的武器，那也就是说，如果伊朗采取这样的步骤属实的话，那当然在这段过程当中，他用相对低阶的武器去消耗了美国高阶的防空飞弹，然后等时机到了，他再拿他的高阶的武器来清理战场哦。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其实美国在这一场战争里头，莫名其妙的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绞肉机里头了。接下来你就要看美国的军力、美国的财力，然后如果连美国还要打地面战的话，那就是美国的人力，通通都要一起消耗在这场战场里。对，所以看起来这场战争接下来会进行的就是一场比较长期的消耗战。其实这也是伊朗他自己的策略。伊朗这次祭出的策略，就刚刚我们提到，就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消耗战。其实这个消耗战是美国他在中东经营30多年来第一次碰到这种比较高密度，接下来的一个长时间的消耗战。这个伊朗使用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刚刚委员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一开始他就先祭出这些成本比较低的，不管是无人机啊、火炮或者是这个飞弹，先做发射，消耗对手的一些拦截的库存之后，再发射一些比较高价的武器，或者是甚至现在传出是不是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等等。那经济学人是这样形容的，他说这个叫做用法拉利去拦电动自行车。现在以色列它寄出的这个防空的武器，不管是爱国者、萨德跟剑士3型，拦截率以色列说可以到达90%，但是呢，这个消耗量还有包括这个成本，我们现在也把数据调出来看，真的是差得非常多。刚刚特别讲到的这个伊朗所使用的无人机，一架大概成本是落在2到5万美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拦截的成本，以色列的方面必须花费400万美元，对于以色列来说，其实压力非常大的。更不要说现在伊朗手中还有统计起来大概2500枚的弹道飞弹跟数万台的见证者无人机。外媒直接做了一个预估，接下来美国还要消耗多少钱呢？因为第一天的轰炸就烧掉了7.79亿美元，换算新台币247亿元，每小时等于1小时就烧掉了新台币大概10亿元左右。所以总的行动加起来，现在外媒估算美军会消耗的经费高达了6.67兆元，千刀万剐的这个伊朗所使用的这个消耗型的战术，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美国以色列挡得住吗？舰长又怎么看？如果我今天是伊朗的决策者，我是高层我要打这场战争的时候，所有我要怎么打这场战争他一定是以己之长，我有什么长处，攻彼之短，他的什么是短处？那以伊朗跟美国这两个国家比，我很快的跟你比一下，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国家在这场战争他们各有什么长处短处。
美国当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家，武器啊、精良啊，他说他很多那是他讲，好吧？但是呢，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记住哦，民主国家，越是民主国家的叫做集体战斗意志，其实是越差的。你去看，好比说北韩打仗，谁会反抗？谁会说不要？谁会去街上游行说这个反对金正恩？不可能的。但美国会，美国打越战打到后来，你看全国都在那里，就是反战，对不对？所以美国这种国家啊，他第一个选民要检验，第二个他不耐久打，一打久人民就抱怨了，而且你不能死人，你一死人，你看哇，那个媒体在做报道，这个东西给他出殡什么的，大家看到都会觉得，我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打仗？为什么要死掉？可是各位，伊朗呢，他是神学政权。他是靠信仰，我告诉你，他一点都不怕死。他今天这场战争，如果说明天告诉你说他们总共死了大概15000人，你认为底下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反战吗？在伊朗不可能，他反而会激起一股仇恨，我们要跟美国去拼了。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东西的，第一个就是差在这里，就是伊朗不怕牺牲，美国怕，因为美国要选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是千里迢迢而来，大兵。哪有一天要耗多少油啊？伊朗呢，就在我家自家的院子，所以呢，只要拖，美国就一定败，因为你要支撑多少。那我呢，我就在原地啊，我就在那里等着，慢慢的跟你耗。所以你知道，伊朗一定是采取了一个，就是我跟你耗下去。然后第三个，你知道，这个弹药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美国是绝对不够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刚经历俄乌，它提供了多少弹药？那以巴的冲突，那他提供的是更多的弹药。这些弹药不是说，现在我缺很多弹药，那这样子好了，你是弹药生产商、飞弹生产商，你加开一个这个生产线好不好？他怎么加开生产线？我今天加开一个生产线，你这边要投资多少钱？投资完毕之后，这场战争打完了，那我加开生产线弹药卖给谁？他们想得很远，所以不是说你说，我要紧急加班加生产线就能加生产，它的量就是这么的大。那美国已经经历太多的这个消耗了，然后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的军售一直延宕，你知道吗？因为就美国的立场而言，他永远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对，你台湾啊排在后面，如果日本打起来，日本又排在你台湾前面，因为他那里有好多的美军啊。韩国打起来也在你前面，菲律宾打起来也在我们台湾前面，因为菲律宾也有8个9个的美军基地，台湾有没有美军基地？没有。所以你的排序是很后面的。当我们的生产是足够的时候，而且都不知道该卖到哪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会送到台湾去了。所以你去催他也没有用。对他而言，我先看看我自己的国家利益，你知道，这是一个，就是有时候你去抱怨美国，你知道，你不要抱怨他，对，因为他的国家利益有一个排序，台湾不在这个排序的前面。对，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针对这个中东的战事，他心里面有一个排序盘算，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日韩也都很紧张。就如舰长刚刚帮我们看到的，日韩都在抱怨说，那你美国现在都把你的不管是飞弹或者是你的舰队都转到中东去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这是来自于日韩的最新说法。日本的国会、南韩都已经开始焦虑了。那川普是这样说的，他说大家不要担心哦，我们美国呢这个弹药几乎是无限的，可以永远的打下去，立刻说完就遭到美国国会的打脸，美国智库的打脸，美国智库直接的做警告。他怎么说呢？他说，美国我们这边在拦截的弹药方面消耗的速度是远高于补充的速度的，而且呢，海基的战斧巡弋飞弹已经被大量的使用，产能的补充还要好几年的时间呐。官员还私下的坦言说，光是过去几天就消耗掉数年的一个产量。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川普他说这些话到底是在吹牛，还是在稳定军心呢？那干哥又怎么看？2次海湾战争，你知道美国打掉多少战斧巡弋飞弹 ？BGM-109是美国远征最重要的前行攻击武器，总共打掉1000枚。你知道搞了多久才补回来吗？10年。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战舰，它不是战机，它的优先项目是在第2、第3、第4后面的，所以打掉这些飞弹之后，这是美国最先进的飞弹，那怎么办？慢慢生产回来，加上美国又不景气，好不容易才补回来，这次你看一打，又打得快光了。我坦白讲一句，
不是美国没有钱能够生产，而是它已经没有那样的工业能量。如果交给中国来做的话，很快1个月就可以补齐了。但是问题是，美国没有这些熟练工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在越战高峰的时期，1968年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美国派驻在越南的战斗机不够了，从哪里调？从台湾调。台湾调什么？调 F5自由斗士式，先去补越南战场。为什么？因为这飞机小轻，可以对地攻击越共，所以叫我们赶快先借20架过去。我说我们台湾怎么没有随便借你飞机？开玩笑，我们面对的是对岸的敌人，是中国大陆那更大的那个敌人。然后美国说没关系，这一趟打完之后，我就给你更好的 F51啊，比 F5A 还要好。结果你知道，我们就真的，美国是大哥，我们就真的借了20架给他，没有还过啊，没有还以后也就算了。过了5年我们才拿回来，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让台湾来生产。我跟你讲，美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预算跟估量的，他到底能不能够让你觉得说，我这个交易是什么？是划算的？你不知道，所以日本跟韩国现在最害怕，为什么？眼睁睁看你美国就已经打成那样了，那等一下你就会从亚洲调啊。亚洲第一个调的是谁？韩国庆尚北道的那个爱国者飞弹，走什么？走去赫姆兹海峡。对。然后呢，那个卡达的那个萨德防御系统快打光了，来，一样也是由韩国的那个萨德防御系统来补充。从美国运来太慢了，我跟你讲，韩国会吓死。日本呢？好，日本的前沿基地、冲绳的基地，他们那边的防空飞弹也要往中东去调。我跟你讲，日本跟韩国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啦，说不定到时候还动脑筋动到台湾身上来。难怪我们现在最近股市会大跌。好，我最后讲一个什么？讲一个，我告诉各位，爱国者飞弹刚刚讲的1枚400万美金，去打那个5万美金的见证者无人机，你觉得划算吗？我告诉你，美国还是在这样打，为什么？因为他只在他的战略的守则里面去做他觉得正确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那个叫不对称战争，有钱人才打得起来。川普，你在大话，我看你什么时候就会发现说，哇，库存光了，没得打，要用什么方法呢？核子武器吗？不可能嘛，看你怎么下台阶。